中古代有一个书呆子，54岁了，连考20多次秀才都没中。终于有一年，他考上了举人。捷报送到他家那天，他正捧着一只鸡要去街上卖。那只鸡是家里仅剩的能换1顿饭的东西。邻居把他从街上拉回家，他凑到报帖前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突然两手一拍，仰天大笑：“咦，好了，我中了！”笑着笑着，他一头栽倒在地，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人泼了水救醒，他又爬起来，披头散发，赤着一只脚往街上狂奔，边跑边拍手大笑：“我中了，我中了！”最后一脚踩进了一个烂泥塘里。这个被中举2个字活活喊疯了的书呆子叫做范进。他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一部书里的一个角色。可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这个疯子身上看见了自己最熟悉也最害怕的那个影子。今天20分钟，我带你读完那部让中国人笑着笑着就笑不出声的奇书——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这部书埋在最深处的那个问题：功名到底值不值得？先说说这本书，《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所著的长篇章回小说，全书共56回，成书约在公元1750年前后，是中国讽刺文学公认的最高峰，被鲁迅评为于是说部中乃实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写的不是英雄，不是神仙，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一群最普通的读书人，那些被困在科举这座大笼子里，挣扎、变形、扭曲、堕落，也有少数人最终看破出走的儒林众生。儒林就是读书人这个圈子，外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意思是这不是朝廷的正经史书，而是一部写给读书人看的私下流传的真实面目。再说作者吴敬梓，吴敬梓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科举望族，祖上几代都中过进士，家里有的是钱，有的是书。他自幼聪颖，20岁就中了秀才。可往后的路，他却偏偏没有走再进一步中举中进士的老路。家道中落之后，他散尽家财，移居南京，从一个被人捧着的世家子弟，活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也正是这条从里头走到外头的路，让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清，科举这座笼子是怎么把人关进去，又是怎么把人变了形的。我必须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儒林外史》是文学，是虚构，不是历史。书中范进、周济、严建生、王冕、匡超人、杜少卿这些人物，虽然有作者亲身见闻的影子，但绝大多数姓名、情节、命运都是文学创作。是吴敬梓借这些虚构的人物，替整个时代的读书人画了一幅集体的素描。《儒林外史》第1回，吴敬梓不写范进，不写周进，偏偏先写了一个叫王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先在你眼前立起一个笼子外面的人，当作后面所有笼子里面的人最沉默也最有力的对照。王冕是元末明初浙江诸暨人，小时候家贫，给人放牛。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在湖边放牛，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后荷叶上的水珠晶莹剔透，他看呆了，从此就拿着纸笔自己学画荷花。没拜过师，没进过学堂，可几年下来，他画的荷花竟自成一家，名动天下。当地的知县听说有这么一个奇人，派人去请他来相见。王冕却硬是不去。他说：“假如我未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让。”这话说的不卑不亢，骨子里却是一句斩钉截铁的不。王冕的母亲临终前把他叫到床边，留下了一句话：“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你以后娶妻生子，就守着我的坟，不要去做官。”王冕一生尽守母训，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他不去追求官位爵系，也不去攀附朋党权贵，整天关起门来读自己的书。后来
他隐居在会稽山中，连姓名都不告诉别人，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一生。吴敬梓把王冕放在全书最开头，等于先告诉你，这世上本来是有一条不为功名所困顶的路的，只可惜后面那50多回里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像王冕这样把这条路走到底。从第2回起，吴敬梓的镜头就从王冕这样的世外高人缓缓移向了那座科举的大笼子。第一个被推到镜头前面的叫周敬。周敬是个乡下私塾先生，教了一辈子书，年纪都60多岁了，连个最基本的秀才功名都还没考上。他这一辈子被自己的学生看不起，被亲戚瞧不上，被村里人当作笑话。书里有一段写得让人不忍卒读。有一天，几个经商的朋友带他到省城的宫院去开眼。宫院就是科举考试的考场。一进宫院大门，看见那一排排自己这辈子做梦都想坐进去，却一次都没有资格坐进去的号舍，他浑身发抖，忍不住一头撞向那块冰冷的号板，当场昏死过去，口吐鲜血。醒来之后嚎啕大哭，怎么也陷不住。同行的几位商人看了又惊又全，当场错了200两银子，批他捐了一个荐生的功名，也就是花钱买一个应试的资格。周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把那几个商人当作再生父母。从此之后，这个被科举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人生却像是突然开了上。他先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再中了进士，最后一路做到了学道。你看周敬这条命运曲线，在科举这座大笼子前，他撞得头破血流，可一旦花钱买进了门，这座笼子就立刻把他高高捧起，捧到云端去。功名能把一个将近古稀、半截入土的老人活活折磨成那副模样，又能在转眼之间把他从地上一把拉起，捧成大人老爷。这就是吴敬梓给你看的科举那双翻云覆雨的手。周敬这条线刚刚走完，镜头立刻转到了《儒林外史全书》最有名也最让人笑着笑着就笑不出声的人物范进。范进的处境比早年的周敬还要惨，他考了20多次秀才，到54岁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家里穷到揭不开桌，妻子儿女常常饿肚子。岳父胡屠户是个杀猪的，从来看不起他这个百无一用的穷女婿，动不动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不三不四，就像天鹅屁 K。 你这个不三不四的东西，连一口天鹅屁都别想吃。还骂他癞蛤蟆想记起天鹅肉来，你这个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秀才中了之后，范进想再进一步去考举人，去跟岳父借盘缠。胡屠户把他骂得头都抬不起来，1分钱也不肯出。范进没办法，只能瞒着家里，自己偷偷跑去省城应试。等他回到家，家里已经饿了2、3天，老母亲饿得两眼混花。范进只好抱着家中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要上街去换米。他刚出门没走几步，就听见一阵倒响，报喜的差人飞马而来，捷报到了。捷报贵府老爷范延敬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你们家的老爷范进这次广东乡试考了第7名，往后京城会试还会接连报喜。整条街都沸腾了，邻居把范进从街上飞奔着找回来，他错到报帖前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突然2手一拍，大笑一声，好了，我中了。笑着笑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瞬间，一个人活活被自己一辈子追了30多年的2个字喊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那人泼了水就醒过来，范进爬起来更疯了，他披头散发，赤着一只脚，拍着手往大门外飞跑，边跑边拍手大笑，咦，好，我中了。一群人在后面追，他自顾自往前狂奔，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一脚就踩进了路边的烂泥塘里，浑身上下沾满了去泥，头发散着，可手里还在拍，嘴里还在笑，我中了，我中了。
邻居把他从塘里拉出来，他依然疯疯性惊，谁见都不认得了。最后有人想了个办法，请他平日最害怕的岳父胡屠户来，狠狠给他一巴掌，把他打醒。胡屠户这个一向骂女婿骂得最凶的人，这时竟有点下不去手了。他喝了2碗酒，壮了壮胆，才把手哆哆嗦嗦地抬起来，朝着范进那张中了举的脸一巴掌打了下去。一掌之下，范进果然清醒，疯病也好了。可你看，从这一掌往后，胡屠户这个人就彻底变了。先前还骂范进是现世宝，是癞蛤蟆，这会儿走在路上，已经反反复复地夸女婿是天上的星宿，是文曲星下凡。先前不肯借的盘缠，这会儿主动做上几千钱、几两银子送过来。先前嫌女婿尖嘴猴腮的，这会儿在街上跟人提起范进，恭恭敬敬地称呼一声我婿老爷。吴敬梓写到这里，没有一个字直接讽刺，他只是冷冷地把胡屠户这张脸前后一对照。他不需要骂，你自己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心里发凉。原来改变一个人脸色的从来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他头上有没有那顶叫做功名的帽子。功名能把一个穷酸书生瞬间捧成上宾，也能把整个世道对你的脸色从零下30度1秒钟翻成笑语盈盈。说完范进，吴敬梓的镜头又转向另一群读书人，那群中了功名、家有薄产，却把那点功名换算成了银子的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严建生。严建生是个监生，也就是花钱买来的国子监生身份，相当于一个有应试资格的准学人。他家里颇有些家业，吃穿不愁，却吝啬到了一个极点。书里写他病重将死，躺在床上，已经一连几天说不出话了。可他偏偏迟迟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从被子里慢慢伸出2个手指，一直直直地竖在半空中。一家人围在床边，七嘴八舌地猜。大栽子凑上去问：“是不是还有2位至亲没见上面？”严建生狠狠摇头。二栽子又问：“是不是还有2笔银子没交代清楚？”严建生把2眼遮得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直得紧了。2眼瞪得溜圆，头摇得更厉害，那2根指头伸得更直，举得更高。一屋子的人都猜不出来。最后是他的妻子赵氏分开众人走到床边，静静说了一句话：“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2斤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1斤就是了。老爷，只有我懂你。你是看见那盏油灯里点着2根灯草，舍不得那一点灯油，怕浪费了。我现在就挑掉1根。”赵氏走上前，把那根多余的灯草轻轻挑掉。众人看严建生时，他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灯时就没了气。点了点头，手垂了下去，当下就断了气。1根灯草，半滴灯油，他连自己最后这口气都压着，就为了把这半滴油省下来。吴敬梓写这一段全程没有一个吝啬的字，可这个画面把吝啬这2个字活活刻进了中国人的记忆里。你笑他可笑，可笑着笑着，你会发现现实里你身边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一辈子追逐钱财，临终的眼里最舍不得的，竟还是那半滴没有省下来的灯油。一座科举的笼子，能把人逼疯，能把人压榨成严建生那样，也能把一个本来不算太坏的好人，一点一点抚屈成一个自己都认不出的另一个人。在《儒林外史》里，这条最让人叹息的线画在2个人身上，一个叫马二先生，一个叫匡超人。马二先生是书里一个极可爱的人物，他自己一辈子也没中过举，却是当时最有名的八股选家，就是专门编印八股文范本卖给天下考生的人。马二先生为人忠厚老实，迂腐到了可爱的地步。他游西湖，眼里看见的不是湖光山色，不是西子捧星，竟是真乃圣地也。
他想到的是当年皇帝在这里接见举子的旧事，是这座湖跟科举跟读书人的关系。一个读书人活到连西湖的山水都装不进眼里，眼里只剩下八股文章，只剩下功名2个字。这就是科举这座笼子，把人的眼界磨成了什么样子。马二先生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落魄的年轻人，叫匡超人。匡超人这时还是个淳朴的乡下孝子，父亲重病，他在床边伺候汤药，半夜还要起身读书，孝顺又上进。马二先生看他可怜又可爱，慷慨资助，苦心栽培。可后来呢？这个本来淳朴的少年，一步一步走上科举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冷。他开始替考，拿钱替别人去考试。他开始忘恩，对曾经救他、栽培他的恩人翻脸不认。他开始攀附，抛弃了原本乡下糟糠的妻子，再娶了一个有来头的小姐。他最后甚至替人写假状纸，捏造文书，活活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人。吴敬梓写匡超人这条堕落线，没有一句疾言厉色，他只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让你看见一个原本干净的好人是怎么被功名这根线一寸一寸拉着走进泥潭的。最让人心惊的不是匡超人变了，而是他变的这条路看起来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好像每一个读书人只要走上那条路，迟早都会变成下一个匡超人。写完了被笼子困住的、压扁的、扭曲的、堕落的读书人，吴敬梓在书的后半部终于又把镜头缓缓抬高，停在了一个让他自己都讶惘的身影上。杜少卿。杜少卿是书里公认的真名士，也是吴敬梓借小说人物给自己画的一张自画像。他是南京名门之后，家里良田千仞，从不成群，本可以做一个锦衣玉食的世家公子。可杜少卿这个人骨子里却偏偏看不起这些世家公子的派头。家里的穷亲戚、穷朋友来借钱，他二话不说，大把大把的给。乡里有人家修不起祠堂，办不起丧事，他倾囊相助，从不算计。没过几年，偌大一份家业竟被他散得干干净净。等到朝廷下旨要征召他出来做官，这是多少读书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天大好事，他却宁可装病，也死活不肯就官。他对人说，人这一辈子怎么非要把自己关进官场那口大箱子里，再把钥匙交给别人？他宁可穷，也要做自己。最让当时的士人们瞠目结舌的是他和妻子的那一段。某个明媚的春日，杜少卿牵着妻子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出家门，携手同游清凉山。当时的礼教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夫妻在外人面前连话都不能多说。可杜少卿偏偏在大庭广众之下牵起妻子的手，与他并肩而行，有说有笑。一路上，街上的人都看呆了，可他笑得坦坦缩缩，眼里只看得见身边那个人。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是不会在意旁人的眼光的。吴敬梓借杜少卿这个人物，等于是悄悄告诉你，在功名这座大笼子之外，是真的有另一条路的。你可以散尽浮华，可以拒绝官身，可以把这一辈子认认真真的过给自己，过给你身边真正在乎的人。《儒林外史》快写到末尾的时候，吴敬梓又特意安排了一场让人心头一暖的收笔。市井四大奇人，写完了一座大笼子里那些纹着腰的儒林众生，他偏要在全书的最后把镜头拉到南京的街巷之间，让你看看那一群根本就没进过，也根本不屑进那座笼子的小人物。第一个是纪暇年，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书法家。他不肯随便替人写字，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也不看。他要是不乐意，王侯将相捧着大把的银子来求，他连抬眼看一下都懒得。第二个是王泰，一个卖火纸筒，
却痴迷下围棋的棋人。他赢了当时的围棋国手后，仰天大笑：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纸棋的事？天下哪里还有比下赢一盘棋更快活的事？第三个是盖宽，一个开茶馆的老人。他守着自己的小茶馆，淡淡地说：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既不贪图别人的富贵，也不看别人的脸色，老天不管，地也不收，这样不快活吗？第四个是金元，一个做衣服的裁缝，平日里最爱的是弹一张琴。朋友见他这身才气，何必埋没在裁缝炮里？金元摇头笑笑：古人动说桃园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什么桃园，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古人总爱说桃花源，说避世，我倒觉得哪里用得着什么桃花源，只要像您老人家这样清闲自在的活着，就已经是现实里的活神仙了。四个人，一个字，一盘棋，一壶茶，一张琴。没有功名，没有官身，没有人来捧着，也没有人来看不起。在那座把无数读书人压得喘不过气的大笼子之外，吴敬梓特意给你看了这四盏灯。你看，笼子外面本来就是有人在活的，活得清清爽爽，活得自自在在。好，到这里，我们从王冕的湖边荷花一路走到了金元的那张琴。吴敬梓用了56回的篇幅，把一座科举的大笼子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鼎盛到败落，彻彻底底的拆给你看。他写的不是哪一个坏人，他写的是一个把好人逼疯，把善人逼扁，把淳朴的人逼成小人的制度。范进中举，喊疯了自己；周进撞号板，撞碎了一辈子的尊严；严建生2根凳草，省掉了自己最后的气息；匡超人从孝子变成伪君子。只有王冕、杜少卿4大奇人在笼子外面活成了自己。读完《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得在心里自己回答那个问题：功名到底值不值得？吴敬梓没有给你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他只是把一张清清楚楚的镜子举到你面前，让你看见。当你把一辈子的悲喜、自我、尊严全都压在一顶帽子上的时候，你压上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当然不再考科举了，可换个名字，那座笼子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有人压在一张文凭上，有人压在一个职称上，有人压在一个年薪数字上，有人压在别人嘴里那一句纯厉害上。范进那一声咦，好了，我中了，在每一个时代都会用不同的版本重新被人喊一次。儒林外史留给你的那一刻，不是叫你不要努力，也不是叫你看破红尘，而是让你在每一次拼命去拿、去争、去抢之前，先低头问一句自己：这顶帽子是我真心要的，还是别人逼着我要的？拿到了，我会不会还是我？拿不到，我会不会也能像王冕、像杜少卿、像那4个奇人一样，安安静静的做回我自己？好，20分钟到了。如果这一趟儒林之旅让你心里多了一点冷静的清醒，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换一个彻底不一样的味道，走进明代冯梦龙编的一部智慧故事大全《智囊》。那是一部把中国历史上1000多个聪明人、1000多段绝妙之计全部收进来的奇书。看狄仁杰，看娄师德，看百度，看姚崇这些古人是如何用智字化解一场又一场真实的危局。最后留言告诉我，范进中举，严建生2根凳草，还是杜少卿牵手游清凉山，哪一幕最让你动容？我们下集见。